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8月19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官网显示，该校的化学专业副教授黄凯的介绍页面已经变成了黑白。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说黄凯副教授已经于2025年8月12号去世，年仅41岁。网传黄凯因为是非升即走政策没有达标，即将被解聘，所以想不开，从高速纵身一跃。黄凯的履历其实非常精彩是北大本科毕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顶刊上发表了15篇论文，其中8篇是第一作者。但是即便如此，也许是近期的这个考核中论文没有达标，或者是评审没有通过，他也难以摆脱这个非升即走的命运。但是具体情况现在官方还没有通报这只是网友的一些猜测。著名的生物学家饶毅也曾经在视频中吐槽，就说拜票浪费了很多年轻人的时间精力，心灵又受到了腐蚀其中有一个很恶劣的事情，就是不管是要帽子还要基金，是很多人花很长时间去跑的，这个习惯是很差要不要喝酒是一个次要问题，他要你拜票，把这个可能的给你投票的人全拜一遍，为了全拜一遍，所以你有10个人要投票，你要拜大概50个人，所以把年轻人的时间精力就大量浪费了，而且腐蚀心灵，觉得要搞关系，这个事情在中国肯定是很恶劣，我也经常批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办法改，但是各个相关单位的领导人家不愿意改，人家不愿意去处这个矛盾，就让你这个国家的经费被浪费，让你的年轻人受折磨这是他们的问题。那这些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浪费了精力，受到了折磨，等他们老了，那些占据了位置的就可能又开始折磨新的年轻人，从而就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清华物理系的王潇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离开了北京，奔赴青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高校的非升即走，以及这些科学界顶尖精英们的新的选择。最近这2年，一个在悄悄发生而且影响深远的现象正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圈子里蔓延，那就是博士们已经不再执着于北京、上海，不再把清华、北大周边的合租房当作梦想的起点，他们拖着行李箱毅然转身，奔向了青海、西宁、兰州，奔向那些曾经被视为这个学术边疆的地方。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无奈的退路，但其实呢，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赛道了，是算清了人生账本之后的主动选择。像清华物理系的王潇在去年的时候，他还在北京5环外和别人合租，月租5000，通勤单程2个小时，生活成本和精神压力非常大，压得人喘不过气。但他到了青海大学完全就不一样了他拎包落地，2周入职，钥匙直接塞在手里，3室2厅的周转住房，月租只要600块钱，学校还给补贴，这个生活质量马上上了一个量级他算过一个笔账你看北京的非升即走要求3年2篇顶刊，失败就是失业，但是青海大学给的就是常聘副教授，5年考核1篇 SCI 就能交差。那实验室呢又刚刚装修完，仪器又是全新的，研究生的名额充足，就是给干活的人不少那连配偶的工作学校都给顺手解决了，他老婆呢原本是做行政，直接现在就安排进图书馆了，编制一步到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安家费的政策就一次性到账20万，那在青海20万是相当值钱的。科研启动经费50万，配偶安置率接近90%。你看这种暖心的政策比西宁的暖气还要管用王潇他不是个例兰州大学的这个刘向博士同样是东部的名校毕业，然后过去呢在上海感受到的只有这个压力竞争，那就是个卷。到了兰州大学，学校不仅给了1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还免费配了人才公寓，几年下来顺利完成预聘期，直接晋升教授这种制度化的成长框架就让人觉得努力绝对有回报，未来有路径，而且未来有光而且在这个医疗体系里面，你看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黄雅妮医生，他也是拿到了安家费和高层次人才的补贴，科研项目有渠道，论文有支撑，个人职业和家庭生活同步就安顿下来，可以过上一个非常安心的这个生活和科研。那这3个人，你看从清华的博士到复旦的博士，从副教授到临床医生，他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图景，就是在东部他们面对的就是高房价、长时间的通勤、非升即走的这种紧绷模式，卷得厉害。
但在青海，他们得到的是编制、安家、住房、科研启动金、配偶安置的全套支持，就难怪嘛，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逃去青海。对，而且我们前2期不是出了一期节目，叫做4万买房，3万买车，当代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就在鹤岗躺平了嘛。那相对于这些年轻人，他们到时候去鹤岗可能找不到一些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就是躺平，或者说做自媒体相关的。这些博士生啊，还有这些高校的老师们，我觉得去西部真的是挺好的一个选择。首先他们的职业轨迹是衔接的，然后到了西部的高校，然后反而像你说的嘛，还比较轻松的可以升到这个教授，而且还有这种安家费，又解决了你配偶的工作。其次呢，我觉得他们这个可能在西部的这些高校里面，没准往上从这个教授啊，然后到副校长啊，然后到以后有机会当校长，还有很大的可能会调回东部啊。就是总之就是他们的这个人生幸福指数大大提升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这是资源平衡的一种方式。就大家呀，不要扎堆在沿海地带，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个地方去卷了，可以去西北开辟新的赛道。其实从一个国家的整体的人力资源的分布角度来看，这也绝对是一个好事啊。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的问题就是资源集中在北京和沿海地带，人才呢也都扎堆往这些地方去。但是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的西北长期被忽视。虽然这里面企业等等其他的行业的就业机会在西北会很少，但是作为高校这样的财政统一拨款性质的这些单位，西北的高待遇和低生活成本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幸福指数肯定是大大提升了，只是说他们的孩子们可能将来又要再走一遍他们的老路了，就是从一些偏远的城市，然后考大学，然后可能小孩又想考去北京、上海，然后挤高考这个独木桥。话虽如此，但他们的后代比他们当年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啊，就是高铁和互联网带来的这个交通和时空的便利，就让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带发达地带这个物理和心理的距离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遥远了哈。去年西部博士引进就增长了3成，这是政策、平台和生活成本还有时代变化综合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说到这些博士为什么愿意转身，绕不开一个关键词，就是飞升即走。飞升即走原本是美国高校的预聘到长聘制度的一个舶来品，核心逻辑就是先给你一个固定年限的考核期，你要么升到长聘职位，要么卷铺盖走人。那这个制度进入中国是在2018年以后，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教师队伍改革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要推行高校教师的聘任制，要强化考核，要优化人事的流动。于是双一流高校就率先跟进了，北大、清华、复旦、上交、浙大一线的高校大面积开始实施。它的好处呢，显而易见，就给青年学者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不再是那种铁饭碗，就能上能下，能进能出，避免过去呢就是只进不出的这种人事僵化。它也在理念上强调代表作制度，不是单纯的那个论文的堆砌，而是希望学者呢能拿出几项真正有质量的成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论文得是顶刊的论文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小刊物或者国际会议的这种论文就可以满足条件的。可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问题就是在执行层面上，一些高校把这个飞升即走就简单化、粗暴化，变成了唯论文、唯顶刊，把清单挂在墙上，谁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就一刀切给淘汰。这就导致青年教师就只能追逐快题目、热赛道、短平快的项目就泛滥了。真正的需要10年磨一剑的那种冷门硬核的这种创新无人问津。更糟糕的是，预聘期本来它就压力大嘛，如果配套的这个科研启动经费团队建设名额、住房补贴没有到位，青年学者呢在一线城市要夹缝中要求生既要面对这个职称的压力，还要面对房贷、家庭、孩子教育这些隐性的成本，可谓是心力交瘁。那另一方面，学阀化的这个评审环境让飞升即走更是雪上加霜。少数的圈层把持了这个评审权，创新想法就很难破圈。青年学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要拼论文，还要拼圈子这和制度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饶毅就在我们片头放那段视频里面，饶毅就吐槽嘛，说这个拜票文化盛行，其实对年轻人的腐蚀和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飞升即走呢，它不是一个坏制度。美国高校其实同样用这个逻辑来筛选学术队伍，但他们有终身教职的保护伞。
同行评议呢更加独立，学术自由的环境更加宽松。后面我会详细讲一讲。但是呢，在中国呢，如果不解决学术生态的这个公正性，不解决生活配套的这个基本保障，非升即走就非常容易演变成卷生卷死的这种死胡同。东部高校的高压环境，就让博士们开始选择那些青海、甘肃这种地方了哈。那里呢，同样有预聘和长聘的制度，但是呢，路径呢相对更加清晰，指标更加合理、宽松一些，资源呢也更充足，心理的安全感也更强。这就是人才流动逆转的一个根源。是啊，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一些北京、上海的这些高校的老师们发的帖子，就他们现在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就像你说的卷生卷死。这也让我联想到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南航机长的那一期节目嘛，就说现在航空业对于机长的各种体制内的那种考核也非常的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也很多，就让我感觉现在各行各业啊，有的时候在这种机制考核方面就有点过于严苛了。咱们把视野拉大到国际啊，美国高校的确也有这个 publish or perish 的这种学术压力，不发就出局，这就是全球学术界的普遍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发论文压力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终身教职体系之上的。教授拿到 tenure 之后啊，基本上就不用担心饭碗问题了，有了长周期的学术自由去探索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在美国高校的年轻学者一般有6到7年的 tenure track 试用期，这段期间内啊，必须靠论文和项目来证明自己。最核心的指标不是只看这个论文的数量，而是看你有没有能力拿到外部的基金，尤其是联邦机构的支持。比如医学和生命科学方向最重要的就是 NIH， 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它是美国最大的科研经费来源。比如代表性项目201，在2023年的总体立项成功率大概只有21%左右，也就是说5个申请只能中1个。而在理工科的领域呢，主要靠 NSF， 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成功率通常在10%到30%之间，有的方向甚至在个位数。换句话说，美国这个 tenure track 青年学者的科研压力集中在6到7年里面，他们既要发出高水平的论文，又要证明自己有能力长期养活实验室。不过美国的压力和中国不同，美国的逻辑是一旦通过这个 tenure 评审进入终身的教职，就有了制度兜底，饭碗就稳定了，学术自由度也大得多。即使呢个别州近几年对 tenure 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审查，但是整体依旧以保护为主哈。那反观中国呢，非升即走的这个考核期通常是3+3或者4+4。周期更短，而且院系往往会列出清单式的这个硬指标，比如几篇论文、几项基金，甚至奖项必须逐条兑现，否则就直接淘汰。这使得这些青年教师的体感压力那就非常强烈。因为美国呢，就是先熬过这个独木桥就能换来一个长期的自由，但中国就像是一个短跑分段考核，每一步啊你都得踩点到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博士觉得在东部这个高校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啊。但是到了青海、甘肃这样的平台，指标就相对更合理，资源就更配套，也更宽松一些，那心理上也就能够支撑长期的发展。虽然近年来美国一些州对这个终身教职也提出了挑战啊，就担心这个学术自由过度保护，但总体而言，美国现在是依然有这个制度兜底的。相比之下，中国高校的问题啊，不在于有没有这个非升即走，而在于这个执行过程啊被扭曲成了论文至上这个唯数量这个逻辑。2020年的科技部已经发布了文件，明确要求啊破除唯论文，建立代表作制度。可是落实到具体院系的时候，很多人依然把这个期刊清单当做一个硬杠啊，甚至明确规定几年几篇顶刊才能留下。这种做法呢就挺短视化的，导致这个创新不足，真正有潜力的这些冷门研究缺乏耐心，冒险精神被压制了。另一方面，你看学阀当道的问题更加严重，是吧？在一些领域，项目申请论文评审被少数圈子控制年轻人是缺资源、缺舞台、缺话语权，创新成果往往就被埋没了。在美国他们这些同行评议虽然也有这个人情问题，但是这个匿名轮换还有跨校机制就更健全，就能有效防止不少小圈子长期把持的这种问题。在中国呢，高校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改革这个评审生态，引入外部的这种匿名评审，提高透明度，限制权益的冲突。创新生态还需要时间、人和钱的系统保障。青年学者如果教学任务过重，科研经费又只能够维持生计，博士生名额又有限，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跨学科的大冒险。
于是呢，大家就只能在有限的周期内拼命就刷论文，拼命迎合考核指标，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数量有余，质量不足。那西部高校这几年恰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法，就把安家住房、科研启动经费、配偶安置一揽子解决，让博士有了安全感，敢于长期耕耘。那人才在西进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制度温度和学术生态的一种再分配。未来中国高校如果要和美国来进行竞争，它不仅仅是要靠论文数量的，是要靠创新的质量的，靠能不能营造一个真正能允许失败、允许长期主义的学术环境。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哪怕博士再多，哪怕论文再多，真正的原创突破也只会越来越稀缺。那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像美国不是也有飞升即走吗？那像没通过的这些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呢？对，就美国，你看刚才我讲那个也是只有20%到30%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通过率，是吧？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拿不到这个长期教职的。那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和中国的飞升即走有什么差别呢？我来讲讲哈。就在美国呀，如果刚才说那个 tenure track 试用期没过，并不等于学术生涯的终结。很多人会被学校转去做教学的轨道，做 lecturer 或 teaching faculty， 专注于教学。也有人呢就留在实验室，变成 staff scientist 或 research scientist， 继续科研，但是呢不当这个 PI。也有不少人直接进国家的实验室，比如 NASA 呀、NIH 这种政府的研究机构。所以这些人的科研依旧能够做下去。更现实的是，美国产业界吸纳能力非常强。你看制药公司、硅谷的科技公司经常就成批接收没过这个 tenure 的博士，薪资反而会更高。所以美国人常说一句话，说美国 tenure 不代表你出局，只是换了轨道而已。但在中国飞升即走几个字儿，几乎就是字面意义。就合约到期，如果没有达到几篇论文、几项基金的考核红线，大多数人只能直接离开，少数呢能转去教学岗或者行政岗，但机会非常有限，而且往往没有编制。更多的选择就是去2、3线的高校啊、民办院校，或者重新做博士后，等待下一次的机会。那听起来就是说，美国那边是有缓冲的，然后中国这边是没有退路的。就是退路也有，但是要窄得多。就比如说，你说一些博士去现在的企业和大厂，基本上也没有太好的出路，因为这些企业和大厂反而他们会觉得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更好用。你做过几年科研的这些博士，其实在大厂来说并不一定适用啊。对，而且更没有听说过大厂批量吸收什么大学的科研老师这些。对，就换句话说呀，在美国就是你没过，但是有比较容易走过的这种第二赛道哈。就刚才我讲这些教学或者实验室啊、政府科研机构等等，产业界吸纳能力也强，这些地方都可以继续搞科研。但在中国呀，就必须走人，转向其他的实验室、科研机构等等，没有这么强的这些吸纳能力啊。所以有网友就说，这黄凯副教授他是化学材料方面，其实还是可以去工业界啊，这个教育背景是不错的，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你还是得自己想开呀。但其实你看黄凯副教授面对这样人生抉择的时候，他肯定也想过，但也许啊，去产业界这条路对他来说，这条路也是挺窄的，不好走。其实从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争夺就可以看出，也许大概有一半，至少啊有1/3的这个顶尖人才其实都是华人。这体现了就说明咱们华人精英在教育啊还有智商方面是有优势的。中国大陆的人口基数非常庞大，其实完全可以涌现出更多的顶尖创新型的精英人才。未来能否在基础创新领域突破和领先，关键就在于教育体系能否能培养那些创新型人才，能有重大的变革。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会。